网友大家好，今天清早我上传一个视频，是有中英文字幕的。有一些网友帮我纠正了一些错误，在此表示感谢啊！这又次认证了，从你们网友这里，我真的每天都可以学到东西。我发现啊，有好几个网友说没有字幕，没有字幕，你骗人的。其实我的每一个视频都是有字幕的，而且这个视频有中英文字幕。这些网友说我骗人的，我估计呢，可能你们不懂得，暂时还不懂得如何打开这字幕。很容易，如果你用手机上网，那你就用手指点一下这屏幕，然后在右上角有个3点的标志，你点击一下就看到里面的菜单，你跟着菜单走就可以了，就可以激活了，或者可以打开字幕了。我们现在看看，如果用电脑上网怎么打开字幕呢？看看这个标志，字幕，你看对吧？点击一下就可以打开啦。或者你还可以在这里自己设置，你看字幕。好，那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今天东盟的10个国家加上中日韩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就那10+5 15个国家，在越南共同签署了所谓的 RCEP， 就是 RCEP， 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多边协定。虽然这协定最初是由东盟主导的，但是西方媒体却明确指出，这是中国打造的全球最大的自贸区。这确实没办法，因为中国的体量实在太大，它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啊。即使中国一直非常低调，但是中国躺着也中西方的枪，没办法。我看了一下德国的媒体，今天除了美国的大选新闻之外，德国各大媒体都对 RCEP 的签署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可见其重要性。RCEP 的谈判在8年前就开始了，2012年11月份的时候开始，到去年也就是2019年11月份完成了所有市场准入的谈判，接着就是法律文本的准备工作。但是印度在最后的时候退出了，去年11月份他选择退出，至此只剩下15国进行最后的签字，今天已经签署了。这协定涵盖着全球1/3的人口，占全球29%的 GDP， 而制造业占全球的一半50%，因为光是中国的制造业就差不多占全球的30%。RCEP 之内，贸易还有经济总量之大，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个是以东盟为主导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成员国之间互相开放自己的市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接下来我就想谈谈 RCEP 对中国以及对美国的影响，因为中美是2个大国，是第2和第1大经济体。既然对中国有影响，那对美国当然间接也会有影响。其实中国一直希望尽快达成中日韩东北亚3国自贸区，但总是一波三折，每次有些进展或是将要签署的时候，就会突然冒出一些幺蛾子。不是突然来个什么钓鱼岛争端，就是来个什么某负责人自杀，或者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导弹，或者在南海有岛屿争端。由此可见，哪一个国家最不愿意看见中日韩自贸区或者是 RCEP 的签署，就一目了然了。也可以推断是哪个国家在后面使坏了。通过这个 RCEP， 中日韩这3个国家等于是间接实现了东北亚自贸区。我们展开一下话题， RCEP 与中日韩自贸区还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中日韩自贸区是中日韩这3个国家之间的事情，是这3个国家自己可以主导的。而 RCEP 是东盟家自己的事情，主要是以东盟为中心，由东盟自己主导的。在 RCEP 里面，中日韩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相当于是配角，所以可以推断，即使现在签署了这个 RCEP， 中日韩这3个国家还是想努力签署自己的东北亚自贸协定的。即使目前只有这个 RCEP， 也可以说 RCEP 是可以冲击美国全球的霸权体系的。如果 RCEP 或是中日韩之间能够再签署某种程度的货币互换协议，这对美国美元霸权造成的冲击无疑会是核弹级的。如果真的那样，那美国今后就不会那么容易捡全世界羊毛了。
其次 ，RCEP 的签署是对美国近几年来倒行逆施、单边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打脸。RCEP 的签署让这一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今后这个 RCEP 区域在全球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就是呢，国际话语权会相应的上升，可以说此消彼长，那美国的影响力就相对的会下降。在 RCEP 这15国当中，中国是体量最大，但是又是最复杂的经济体，它的高中低端产业链几乎齐全。短期来看，有不少高端产业链可能暂时无法跟比如说韩国啊、日本啊竞争，同时由于人力因素的原因，可能有些低端产业又不能与东盟的国家竞争，所以短期来看，中国的高端还有低端产业都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冲击。但是由于中国的体量巨大，产业链齐全，中国抗风险的能力肯定要比那些小国家要高得多。总体来说，我觉得这风险是可控的。另外，关税降低之后，也给中国的商品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另外，在这里说一个有趣的现象，也适用于 RCEP。近几年，纺织业大量从中国往孟加拉国转移，对吧？但中国的纺织业大体上不仅不受影响，反而布匹的产出还有出口更高了。就是因为孟加拉国他们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他们无法制造出质量达标的布匹，所以孟加拉国的纺织业不得不从中国进口布匹。所以这个时候，中国具有完整产业链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而中国拥有的这完整产业链这个优势啊，是东盟这些小国无法比拟的。RCEP 的签署会导致今后区域内部货物交换更加便捷，区域价值链发挥作用。即使中国人力成本比东盟的国家高，但由于这 RCEP 的出现，反而让一些生产出来半成品可以更加容易的输送到东盟的其他国家，这反而会巩固中国这产业链的地位。中低端产业方面，东盟国家可能会在一个或是两个产业形成优势，但由于中国具有完整的产业链，还有全球最大市场，到时中国可能会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一样，把这区域内部的资金啊和技术呢吸引过来。今后中国会越来越掌握话语权、主动权。在高端产业方面，其实中日韩经济互补性也是非常强的，跟日韩这两个国家既有互补又有竞争。因为这 RCEP 内部市场非常巨大，通过这市场的内循环，反而会让中日韩这些国家也过得比原来更好。接下来我想谈谈这个 RCEP 对台湾的影响。RCEP 的签署，台湾完全被排除在外，这意味着即使中国大陆没有停止 ECFA， 也会对台湾产品的竞争力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到时候很多工业品大陆可以选择从日韩，农产品可以从东盟进口，而 RCEP 这15国市场是台湾出口最大的市场，大概占台湾总出口额的80%左右。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光出口大陆都占台湾出口额的46%。这个 RCEP 对台湾造成直接的影响是，可能台湾的出口会大幅度萎缩。如果美国因为地缘政治的需要，假如到时台湾还没有被统一的话，如果美国愿意进口更多的台湾产品，那台湾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但是如果美国像特朗普那样铁公鸡那样秉持美国优先，台湾到时只会越来越穷。就是说，光是这个 RCEP， 大陆不用采取任何额外的措施，就可以做到穷台。这个 RCEP 对台湾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台湾的资本外逃。我记得今年双十期间，蔡英文自豪地宣布有1兆台币的资本回流台湾，他同时呢给台湾人画了一个那么大的大饼。但是 RCEP 的签署可以加速 RCEP 内部资本流通，降低内部这个贸易壁垒。我们知道资本是趋利的，因为这 RCEP 的市场一体化以及去壁垒化，台湾的资本一定会往 RCEP， 比如东盟以及中国大陆转移。对台湾的后果就是台湾逐渐空心化，经济萎缩，收入下降。其他后果我想大家可以自行脑补，在这里我就不说了。总之 RCEP 的签署把台湾排除在外，对台湾绝对是一个不小的灾难。接下来我想说说 RCEP 对印度的影响。
去年2019年11月份，印度宣布退出 RCEP。印度虽然没有具体说明原因，我估计可能印度经过自己充分的计算，觉得加入这 RCEP 是弊大于利，对它的产业冲击太大，所以选择闭关锁国。其实印度是一个比较封闭、贸易壁垒比较多的经济体，它的产品竞争力比较低。大家想想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见过多少印度的产品？印度的退出，短期看可能对它有利，但是中长期来看会牵制印度的发展。一个害怕竞争的经济体是没有前途的。类似的现象我们在美国也看见了。但是 RCEP 给印度还留出了一道门缝，可以允许它随时可以加入。既然中国同意了，我相信中国肯定也计算过、研究过，不会对中国造成冲击，所以才同意的。最后我想说说这个 RCEP 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在国际贸易中，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产品主要是以大宗的原材料商品或是农产品为主，而且我们都知道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澳大利亚政府为了配合某大国、某五眼联盟的大国，可以说是处处与中国为敌。本来在商业领域我们知道顾客为大，对吧？顾客就是上帝。可是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就是那么脑残，智商欠费处处与中国为敌。所以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在进口澳大利亚的产品方面可能设置了一些贸易壁垒。随着 RCEP 的签署，这些人为设立的这贸易壁垒肯定会拆除。但是别忘了，中国是特别的经济体制，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呢，中国还有很多国企，而购买澳大利亚这些比如说矿产还有农产品、大宗农产品的都是中国的国企。在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党领导这个国家的作用了。到时党中央可以来个口头提示，比如说某某集团公司，你们今后考虑一下看能不能从巴西或是俄罗斯进口。然后这些国企心领神会，最后导致什么？即使没有贸易壁垒，中国也不会从澳大利亚进口。那你澳大利亚不是自讨苦吃吗？那最后像澳大利亚这样不做不死，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总结一下，这个 RCEP 的签署，短期来看可能对中国的一些高端以及一些低端的行业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这个冲击是可控的。中长期来看，对中国绝对是好处大大的多。到时中国可能已经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了，中国这个国家会像一块大的磁铁一样，把资金技术全部往中国这边吸过来，有个黑洞的效应一样。所以大家对这个 RCEP 大不可以过度悲观。中国加入这 RCEP 对中国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好吧，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